沈清生日这天，为了让她的白月光开心，拿我妈来打赌。他们赌我妈能独自买她最爱的饺子回来。可我妈老年痴呆，根本不记事。我妈为了这个准儿媳出了车祸，头骨被碾碎，临死前手里还提着沈清最爱的饺子，嘴里叨念着她的名字。我找到沈清时，她语气冰冷：“我怎么知道你妈去哪里了？”我下定决心要断了这份感情后，她却后悔恳求我的原谅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找到沈清时，他正和朋友在游轮上举杯高歌。3天了，他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给我妈，他恐怕早就忘了还有这么个人吧。派对似乎来到了尾声，沈清靠在他的白月光许耀的身上和朋友道别，仿佛他们才是热恋中的情侣。我站在岸边等着沈清，我想要一个理由。沈清有所感应，看向我，他拿起酒杯朝我点了点，没有丝毫慌乱。我走进了船里，许耀挑衅地看了我一眼，揽着沈清腰间的手却更紧了。沈清蹙眉抱怨：“林佑，你没有和我说生日快乐。”我抿嘴，想将沈清从许耀身边拉走，毕竟她还是我的女朋友。沈清拍开我的手，对着许耀娇嗔：“你看他怎么和莽牛一样？”许耀抚摸他的脸，在他的唇下落下一吻：“林佑，我们是青梅竹马，你不会介意吧？”我拽紧拳头，咬紧牙关，死死盯着他们。沈清看了我一眼身后：“阿姨呢？”她还敢提？是你说会亲自送我妈回家，我才让她和你一起来。可你怎么对她的？我上前了一步，许耀却以保护的姿态横手挡在我的身前。凶一个女人算什么男人？话说你妈都活到这个岁数了，难不成还会被小伙子看上拖走吗？他身边的朋友哄堂大笑。就是，沈清说他对自己有求必应，我才压他肯定会回来。我的100万呢，都进入徐少的口袋了。我转过头盯着这些拿我妈开玩笑的人，人命在他们面前不如游戏来的重要。许耀语气淡淡：“你妈自己走丢的，关我们什么事？不过是个保姆而已，她有什么资格提我妈？”我妈兴高采烈地来到她从未踏入的豪华游艇，可沈清却把她当成了佣人。他们戏耍着我妈，让她端茶倒水，甚至故意将酒倒在了地上，让我妈跪着擦地。许耀从沈清口中听说我妈对他有求必应，他们打起了赌，赌我这个老年痴呆的妈妈会为了他买最喜欢的饺子回来。他们让司机把我妈送到了市中心，给了她一个位置和一些现金，赌她什么时候回来。我妈一路上拿着纸条询问路人，想着让船上所有人都有饺子吃。她几乎花了所有的钱，她不记得路，却记得这是沈清最喜欢的吃的东西，她一定要给沈清送去。他们嫌我妈回去的时间太慢，不停地打电话催促。他一路不行，却在过马路时被人撞了一下，手中的饺子滚落在地。他慌忙捡起时，被闯红灯的半挂车碾压。我找到他时，他身上盖着白布，地面上一滩长长的血迹里滚落着几个饺子。我抖着手想掀开白布，警方却捏了捏我的肩膀：“节哀，老人家头被碾碎了。”可她是我妈呀！我不顾她的阻拦，看到了我此生最为心碎的一幕：破碎的头骨已经无法分辨出五官，鲜血染红了她为了出席沈清的派对特地穿的白色旗袍。她扭曲的手里还紧紧握着装着饺子的袋子。那个清醒时叫着我小佑，痴呆时也会关心我的妈妈走了。因为沈清和许耀随意的玩笑，让我失去了妈妈。许耀无所谓地说：“
我都说了一个傻子肯定是不会回来的，你们还不信？沈清娇嗔，我怎么会知道？平时我让他做什么事，他从来不食言。我面无表情地质问，你就这么对一个待你如亲女儿的人吗？许耀嗤笑一声，一个保姆而已，还真当自己是什么了不得人。我红着眼盯着沈清，一字一句问，你也是这么想的？沈清从未见过我这么凶对他的一面，他突然愣住，指着我满脸骄纵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怎么敢这样和我说话？是啊，从前我是他们家保姆的儿子，是他的保镖，是他的跟班，是他的一条狗。可再温顺的狗也是有脾气的。我喃喃自语，对我好吗？对我好是挥之即来，呼之即去。看我为了你团团转的样子，你很爽吧？沈清歪着头，十分不解地看着我。许耀咂了下嘴，不过是2条随时可以丢弃的狗，你何必为他们考虑那么多？你妈年纪一大把，还老年痴呆，走丢了不更省心？看着对生命毫无敬畏心许耀，我火从怒中来，挥起拳头，对着他的脸就是几拳。许耀立即进行回击，我做惯了粗活，手上有的是力气。许耀被我死死地压在地上，他们那群公子哥拼命拉着我，对着我一拳又一拳，每落在我身上一拳，我就回击给许耀，直到有人拿起高尔夫球棒对我的脑袋重重敲了一下。我晃了晃身子，回头看向了拿着球棍的沈清，不可置信看着他。他此时脸上满是泪痕，却不是为我而流。沈清避开我的视线解释，你再打，许耀要被你打死了。他们簇拥着将许耀扶起来，连我的女朋友都站在他身边。我身侧空无一人，只能靠在椅子上喘着粗气。沈清温柔的嘘寒问暖，许耀对他的关心视而不见，还想回击我。沈清自身后抱着他，那样的亲密无间。林佑，你快点向许耀道歉。我哼笑了一声，作为回应。见我没有顺从他，沈清顿时火气就上来，走到我面前踹了我一脚。浑身是伤的我无力承受他这一脚，我半趴在地上，看着我爱了7年的女人，而他现在正给其他的男人出气。我自嘲一笑，沈清却以为我在嘲笑他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对着我就是2巴掌。你还敢笑我？你要知道，我才是主，你是仆。我让你往东，你就不能往西。你现在住的房子是我给你的，你不过是我沈清的一条狗。是啊，我这条舔狗舔了7年，舔到了最后一无所有，甚至把我妈的命都舔进去。是他们害死了我妈。我凶狠地看着他们，要把他们的面容一一记住。他们见我还不死心，对着我又是一阵拳打脚踢。我奋力反抗，可负伤的我双拳难敌4手。我不能就这么死了，我要把妈妈带走，不能留在这个满是恶魔的地方。我不要命的凶狠回击，很快让这群怕死的富二代停了手。沈清高高在上看着我，向许耀哥道歉。这件事我既往不咎。我抹去嘴角的血迹，晃晃悠悠起身。沈清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以为你和他们不一样，没想到是我把你想得太美好了。沈清抬眼看着我，满是不屑。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个话？没有我家，你和你妈早就流浪街头，还能像现在过着有房有车的日子。人贵有自知之明，别以为我对你3分颜色，你就想骑在我头上，也不看看我们之间的差距。你要是再蛮横无理，我就让人断了你妈的医保，把你赶出我家的公司。看着一脸娇蛮的沈清，我的心终于死了。好，他突然提高音量，你说什么？我平静地回答，我说我成全你们，我们分手吧，我也会离开沈家的公司。沈清蓦地瞪大眼睛，你不要后悔，我会断了你妈的医治，
要知道，我手上可是有最好的医疗团队。我毫不犹豫转身淡淡道：不需要了，我妈都死了，再好的医疗团队也没有任何用处。妈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守护了25年的人，林佑。你要是不道歉，这回我是真的不会原谅你了。回应他的只有我离开的背影。为了威胁我，他拿出了手机打给了我妈的主治医生。你要现在跪下来求我，否则我立马让医生以后不要再来了。随便吧。我无力地挥挥手。哀莫大于心死，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沈清故意大声让医生以后都不用再来了。电话那头，医生惊讶道：沈小姐难道不知道林阿姨去世了？沈清彻底愣住了，她怎么也没想到会这样的结果。她抖着手问医生缘由，医生只发来了一段新闻：半挂车像一个血盆大口，将那个瘦弱的老太太吞噬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沈清迷茫地仰起头看向身侧的许耀，许耀心疼地抱紧他，又不是你推倒他的，况且我们给了他足够的钱，都是成年人，他要对自己负责，不是你的错。沈清附和着，你说的对，又不是我的错，他可以拒绝的。我跌跌撞撞回到了家里，打开门，一股腐臭味扑面而来，看着一桌已经发烂的菜，只觉得可笑。因为他在生日前看偶像剧，觉得男主精心准备生日晚餐是一件很浪漫的事。我便在下班之余抽空学习他喜欢的菜。他生日的前一周，我特定问他是否有约，他巧笑倩兮抱着我的手臂，等佑哥哥给我准备惊喜。我以为他会把这一晚留给我，可在沈清生日的前一天，他接到了许耀的电话，许耀回国了。沈清，我回来了，特地为了你的生日而赶回来。那一晚，沈清十分开心，他丝毫不在意我是否在身边，和许耀聊了1个多小时。我忍不住，故意将他拉在怀里，亲吻他的敏感点，他却毫不犹豫推开我。林佑，你是狗吗？不要乱舔。他最终还是挂断了电话，应付我的热情。我以为在这一刻，我终于比许耀重要，可他在事后站在衣柜前犹豫不决，为了许耀而精心挑选衣服。我想，只要他在我身边就行。许耀和他青梅竹马，他甚至还有女朋友。沈清只是许久未见这个朋友而激动。我不停地说服自己，天知道他主动提起要带我妈去玩时我有多开心。没想到我亲自把我妈送到了恶魔手里，这个家以后再也没有我所爱之人的身影。很快，我整理好我和我妈为数不多的物品。既然沈清说是他的房子，那便还给他吧。可我没想到，我竟然连我妈的骨灰都守不住。第二天，我准备带着我妈的骨灰离开时，警方却打来了电话。肇事者的家属想求我原谅，我当场拒绝。对方恳求我见他们一面谈论赔偿事宜。我小心翼翼将骨灰放在了我妈的房间，甚至锁上了门。等我处理完回来，却听到了房里传来了小孩的吵闹声，内心隐约有些不安。我立即打开门，室内一片狼藉，几个小孩在沙发上蹦跳，冰淇淋的水渍滴得到处都是。一个小孩正玩着面粉，地板白茫茫一片，而我妈的房门早已被打开。我快步走了进去，行李箱被随意推倒，好在没有被打开。正想松口气时，鬼使神差地看向了骨灰盒。我抖着手打开，里面放满了各种玩具。我冲到了客厅，看向了那群孩子，压低声音：谁给你们开门进那个房间的？谁让你们动这里的东西？这群孩子丝毫没有回应我的意思，只是看了我一眼，又继续手上的玩具。我一把拽起玩着面粉和骨灰的男孩，大吼着：
谁他妈让你动这里的东西？男孩挣扎着，这是我姑姑家，我想动什么就动什么。你这个坏人，我要让姑姑把你赶出去。其他小孩见状，立即上前对着我又是咬又是踢。我呆呆跪在原地，看着掺和着面粉和骨灰的白尘漫天飞舞。我连我妈最后的尊严都没法护着，我真是个废物，狠狠给了自己2巴掌。几个小孩被我突然的举动吓得立即停下动作，指着我骂我有病。男孩沈奇冲着别的小孩笑道：“他就是我和你们说的癞蛤蟆，他还想娶我姑姑，不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？”小孩天真的笑容仿佛像恶魔在召唤。我一把扯起沈奇的领子，将他举起。谁教你乱动别人东西？你知不知道你玩的是什么？沈奇脸上露出了和沈清一样的满不在乎的表情。在我姑姑家，所有的东西我都可以动。你不过是姑姑保姆的儿子，你的一切都是姑妈给的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和我这样说话？看看，这就是上位者的孩子，永远的高高在上，无论我怎么努力，在他们面前依旧一文不值。呵呵呵。这时门打开了，沈奇突然嚎啕大哭了起来。沈清和许耀提着大袋小袋的零食回来，沈清狠狠推了我一把，将孩子抱在怀里。你有病吧？有什么事冲我来就好，欺负个孩子算什么男人？他沾着水的鞋底在灰白色的骨灰上留下了一块黑色的印记。我突然呼吸不上来，我妈对他这么好，他连最起码的敬畏心也没有吗？沈奇絮絮叨叨向他告状，其他孩子在一旁附和。角落里还有没被渲染的骨灰，我正准备过去，却猝不及防被狠狠打了一拳。我重重摔倒在地，血液溅在了唯一的一片净土上。那是我的妈妈。我伸手想要握着，一双高跟鞋毫不犹豫踏在了我的手上。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林佑，是你自己说要走，现在在发什么疯？我闭着眼，咽下喉间的哽咽。沈清，是你打开我妈房间的门吗？是你让这些小孩玩我妈的骨灰？骨灰？沈清后退了几步，张了张嘴。我以为你走了，我不知道你把骨灰放在房间里，不知道。我笑了声，撇过头，擦去眼角的泪水。你但凡有一点良心，就会注意到我只锁了这间门。房间里那么大的2个行李箱，你视而不见。沈清，我妈对比我还好，你是一点也没记在心里。他立即反驳，又不是我逼她的，她是我家保姆，对我好不是她的职责吗？你凭什么道德绑架我？道德绑架？呵呵呵，好一个道德绑架！当初你被人贩子拐走时，我妈就不应该为了救你被砍掉一根手指。我跪在地上，将丢在房间里每个角落妈妈的骨灰一点点用手拢起，装入骨灰盒中，泪滴在了骨灰盒上。我连她最后的尊严都没有保住。妈妈，对不起，儿子带你离开这里。我抱着骨灰盒看向沈清，沈清，从此往后我们生死不再相见。他眼神闪烁看着我，上前了一步，却被许耀紧紧拉着。5年后，因公司业务需要，我重新回到了 S 市。林总，许总问您今日有时间吗？他想约您吃晚餐。不去，让他另约。我住在 S 市最高级的酒店的总统套房，俯瞰着这个城市。5年了，我终于回来了。如今再也没有人敢瞧不起我。看，哪怕如许是这样的大家族，不还是求着和我这个后起之秀合作？沈清，许耀，等着我吧。我推脱了2回后，终于应下了许耀的邀请。我故意晚了10分钟到，却无人敢催促。进门的瞬间，一桌子的人齐刷刷看向我，鸦雀无声。沈清率先起身呵斥：林佑，
我们在等一个重要的客人，你快点走，否则我让保安抓你离开。”小公主依旧刁蛮，其他人一听也纷纷附和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，这里也是你随便可以进的，你该不会是这里的服务员吧？在场的人瞬间哄堂大笑。主位旁的许耀掏出了几百块扔了过来，学2声狗叫：“这个就当是赏你的，比你一天工资高。”我笑了笑，不紧不慢转了转手腕上限量款手表。许总邀请了我2天，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。看来我们的合作没必要再谈下去。许耀立即起身：“你什么意思？你怎么知道我邀请了客人？你究竟是谁？”我不说话，只是挥手让助理拨通了他的电话。铃声在会议厅响彻，许耀脸色瞬间沉了下去，可片刻后却立即扬起了笑容。没想到啊，林总如今飞黄腾达了，可不能忘了兄弟们。我看着他舔着脸陪笑的样子，心里一阵痛快。许耀从位置上走了出来，自然地站在了主座旁。我站在他身旁，却不落座。他知道是我后，还想压我一头。如今的我怎么会忍气吞声？见我们僵持不下，沈清颐指气使：“林佑，让你坐下就坐下，怎么还想坐 C 位？哪怕5年过去了，哪怕我功成名就，在他眼里我依旧是那个听他话的人。”哦，沈小姐既然这么说，那这个 C 位我就不坐了。各位好好享用晚餐吧。许耀一愣，立即上前拉住我：“林总说笑了，这 C 位你不坐谁坐？可沈小姐……”许耀回头冲着沈清挥手：“快给林总道歉。”沈清在我面前向来高高在上，他怎么会和我道歉呢？我推开许耀的手，看来沈小姐不欢迎我呀，不耽误你们用餐了。门打开的瞬间，徐沈两家的死对头赵总立即迎了上来：“林总，我可等了你好久啊，走到我包厢吃饭。”我退了许耀的请求，头也不回离开。我离开后，许耀立即朝沈清发起了火：“你看看你做的好事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要是这单飞了，我们都完了。”看来5年的时间并没有让他们感情稳定。我离开后，许耀道歉的信息一条接着一条，甚至连沈清都硬邦邦发来一条道歉信息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该在饭桌上让你下不来台。”我一条也没回。许耀见状着急了，他竟然让沈清亲自来见我。我打开门以为是早餐时，没想到看到了沈清，他左盼右顾，就是不敢直视我。“林总，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？我们诚心与你合作。”我嗤笑了一声：“许耀不是很爱你吗？他竟然让你亲自来道歉，他不怕我对你动手？原来你这个未婚妻在他心里的地位不过如此。”沈清蓦地瞪着我：“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想挑拨我们的感情？许耀不是那样的人，昨天是我做错了，我主动要来道歉。你爱接受不接受？好，那我不接受。”我上前了一步，沈清防备地看着我：“你想干嘛？别以为我现在还对你有感情。”沈小姐挡住了我的早餐，我取完早餐，当着她的面关上了门。许耀恨恨地从楼梯间走了出来：“你怎么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？他从前不是对你言听计从啊？”沈清哪想到自己深爱的人会变成丝毫不在乎他的感受，他脑海里突然想起了方才的话：“我是不是没有你的利益重要？”许耀一愣，立即握着他的双臂：“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你知道这次的合作对我有多重要？这也是为了我们将来着想。击败了我的姐，我就可以继承公司，到时候我会给你最盛大的婚礼。”沈清毫不意外地再次被说动。几天后的派对上，我们再次相遇。我对沈清的示好视而不见，觥筹交错。我作为 S 市的新贵，
自然有不少人前来结交。许耀有心攀附关系，站在我身侧，仿佛是好友般为我介绍着往来的人。赵总见状不甘示弱，许总似乎认识林总。许耀扬起下巴，当然，我们认识很多年了。赵总，是吗？怎么没见林总提起？我瞥了他一眼，不过是眼熟的路人，没什么好提的。赵总却十分开心，这年头有钱了，身边就多了一堆自称是朋友的人。许耀被揭穿后，神色尴尬离开。应酬久了，我坐在了一旁的角落休息。沈清坐在我身侧的椅子上，系高跟鞋踢了踢我的脚。我闭眼假寐，他却更大胆了。高跟鞋顺着我的脚踝向上。我如果没记错，沈小姐如今是有夫之妇，这么勾引别人不妥吧？沈清脚下一顿，你装什么装？闭着眼都知道是我，不就是还没忘了我？我如今你是好，你差不多就得了。我睁开眼，仔仔细细打量了他一番。他风情万种，抚了抚秀发。没想到5年不见，沈小姐的脸皮倒比以前更厚了。你看着沈清离开的背影，我扯了扯嘴角，真没意思。应酬多了，让我头疼欲裂。主办方为每个到场的嘉宾都预定了一间房。等我进入房间，却意外在床上看到了一个人，是沈清。他似乎喝醉了，嘴里嘀咕着好热。许耀啊许耀，真没想到他竟然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威胁我。如果是5年的林佑，我会毫不犹豫救下沈清，无论前路是不是刀山火海。可现在，呵呵，与我何关？沈清自己选择相信的人，就要自己承担起后果。我没有犹豫地离开，让前台重新开了一间房，却意外看到了许耀正拥着一个人走了进去。这出戏真是精彩呀！我自然不介意添一把火。次日，我让服务员在一早敲醒沈清。沈清一头雾水，看着自己的状态，好在房内并无他人，他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沈清立即找到了许耀的房间，可许耀始终不肯开门，吵闹声越来越大，引起其他人的围观。许耀无奈将沈清拉了进去，争吵声透过门缝传了出来。沈清看到床上围着寸缕的女人，目瞪欲裂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深爱的男人竟然会和其他女人有亲密的行为。许耀，你对得起我吗？许耀还想解释，得到的却是用尽全力的一巴掌。许耀自小就是天之骄子，什么时候被打过？他咬着牙拽紧沈清的手，你发什么疯？我们这个圈子有几个女人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你不也爬上了林佑的床，在我面前装什么贞洁烈女？沈清甩开他的手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林佑？我没有和他在一起。许耀哼呲了一声，我亲手把你送进门，你敢骗我？林佑从前连你磨破皮都心疼了半天，看到你赤身裸体躺床上，送上门的他会不吃？许耀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嫌弃你，反正你被他睡一次也是睡，睡几次也睡。我5年前不嫌你脏，5年后也不会嫌弃，只要你帮我说服他拿下这份合同。许耀，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，你从来没有爱过我。沈清字字泣血，可许耀依旧一番玩世不恭的模样。都是成年人了，哪来那么多情情爱爱？利益才是最好维持关系的纽带。沈清彻底绝望，他操起一旁的酒瓶，毫不犹豫砸向许耀，就像当年对我一般。许耀还想回手，被我一把抓住。一同前来的还有警察。许耀试图挣扎，我怀疑他嫖娼，对不知情人下药。我将手上的录音笔递给警方。床上的女孩神色淡然地跟着警方离开。许耀突然看向我，你设计陷害我。我摊开手，
一脸无辜：“是徐总设计陷害我吧？”我提前放出风声，这不，一群媒体和记者见许耀出现，蜂拥而上。上流社会的八卦是普通人最为好奇的事，我就送他一个热搜吧。由于许耀生了一副好皮囊，在公众前总是一副翩翩君子宠妻的模样，虏获了不少迷妹。如今报道一出来，一堆回踩的人，更有回踩的人根据他的行程，挖出了他脚踏几条船的时间线。一时间，许家股票大跌。你还爱我吗？沈清拉着我的手，可怜兮兮看着我。如果你不爱我，为什么那天晚上舍不得在我失去意识时碰我？他倒是越来越自作多情了。我扯开他的手，我嫌脏。沈清一震，不可能，你说过永远爱我的，无论我做了什么，你都会原谅我。我们重新在一起好吗？重新。沈清，当年我把一颗真心捧在手上交给你，是你亲自捏碎踩烂。你明知道我妈对我多重要，你一次次让她任人侮辱。你沈清出身名门，所有人理所当然围着你转。我和我妈活该就是你的仆人吗？我以为许耀离开后，我可以捂热你的心，可我错了。我怎么配得上高高在上的沈小姐？哪怕我是程归来，你依旧看不起我。现在不过是看许耀倒台了，你需要一个更有力的人帮你，所以你想到了曾经有求必应的我，可惜迟了。沈清突然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我求你放过沈家吧，当初要不是我妈，你们也不会活到今天，我们的恩怨何必扯到家族呢？我抬起沈清的脸，看着他泪流满面的样子，扬起了笑容。当初欠你们沈家的早就还了，沈家3年前的危机是我出手帮你们解决。我警告过你们，可你们依旧执意和许家合作，那就要承受相应的代价。我要的从来不是合作共赢，我来 S 市就是要吞并你们，斩断你们的退路。我没有给沈家抽离的机会，立即进行了反扑。为了不让100年基业毁于一旦，沈父第一次低下头主动与我谈判。沈清一脸憔悴站在沈父身边，许要的是让他的信念崩塌。沈父一脚把他踹在我面前，我女儿以前不懂事，你要打要杀随便你，请你看在内子对你妈妈照顾的份上，放过沈家吧。他以为我看到沈清这样会开心，可我却觉得可悲。一个男人居然靠自己的女儿获取利益，真是窝囊。好呀，放过沈家，见我如此大方。沈父警告沈清，好好伺候好林总，以后你就是林总身边的一条狗。沈清啊沈清，5年前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天，我放过沈家，可沈家还是破产了，为什么？沈清红着眼问。我放弃了这块肥肉，其他人自然想分一杯羹，我拿走不过是变了法人，人员方面一时间无法立即变动，那他们就还有反击的机会。而如今我选择放弃剩下的部分，其他线被不同势力分食干净，沈家自此瓦解。沈清突然开始回忆起往昔，在我小时候，阿姨总是给我扎好看的辫子，学校里人人都羡慕我每天发型不重样。我被绑架时多害怕呀，他们让阿姨滚蛋，可她无论被怎么威胁殴打，都将我护在怀里。他们斩断了她一根手指，我感受到阿姨痛得发抖，可她依旧笑着跟我说有她在。林佑，我想阿姨了，我可以给她上一炷香吗？我逆视他满是不屑。5年了，现在想起来未免太晚了。原谅我林佑，我是被许耀诱惑才会这样。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。我毫不犹豫甩开他的手，只有在他最落魄的时候，才会重新想起我这个备胎。沈清，我不是所有垃圾都会回收的，许家我自然也不会放过。
许家果断放弃这个儿子，并且自切一条最赚钱的产品献给我。许耀的姐姐坐上了许家当家的位置，谢许总的帮忙。我与他碰了碰杯，客气了。许家毕竟是100年世家，根基太稳，想要拿下并不容易。许耀的姐姐主动以许家的命脉作为交换条件，共同的敌人面前，我们就是朋友，合作自然也相当愉快。许耀的姐姐证明了自己，可许家又怎么会放弃唯一的儿子？他们想将许耀送出国。我将此事透露给了许耀的姐姐，她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才走到了这一步，她是不会让家人成为她的绊脚石。许耀的姐姐如今是公司的一把手，她毫不犹豫赶走许耀，并且断了他的经济来源。许耀从商圈天之骄子一夜沦落，我不过是表示对他的不满。那些合作过的公司立即拒绝聘用许耀，没有了父母家族支撑，许耀自是不甘成为为生活而不得不努力的平民百姓。他染上了恶习，开始借高利贷。他一次次向父母要钱，终于被抛弃。他把目光转向了沈清。沈家衰败后，举家出国，而沈清被视为罪魁祸首，被留在了国内。他见我对他不再心软，重新回到了许耀的身边。许耀无法偿还，便把沈清送给了对方。后来在一次他人的生日宴上，我再一次看到了沈清。如今她已是酒吧里的公主，她化着大浓妆，穿着性感的裙子，伏在不同男人的身上。她来我身边时愣神了片刻，在我耳边吐气如兰：“林佑，你是不是还爱我？”所有放不下我，身边突然多了一双手将他推开。我揽着在我最低谷时陪伴着我的人。抱歉，我有女朋友了。沈清蓦地瞪大眼睛，视线在我们身上徘徊。你是故意来气我的？我没有理会他，只是将脱下的西装盖在了女朋友的身上。他靠在我的怀里，让我少喝点。身旁的朋友笑着：“林总少喝点，不然嫂子很生气，回击要跪搓衣板了。”我看着他笑了笑，我老婆的话当然要听了。一旁的沈清怎么也没想到，那个爱了他7年、宠了他半辈子的人会爱上别人。他突然回忆小时候的时光，那时他还有妈妈，爸爸身边也没有其他女人。他撒娇任性时，身后总有他们。后来他妈妈去世了，爸爸有了一个又一个女朋友，他的身后只有那个男孩坚定地护着他。他们身后还有一个渐渐老去的林阿姨，而他终于把所有真心爱他的人都赶走了。我带着女朋友离开时，沈清突然拦着我：“如果我当初没有因失误让阿姨去世，我们是不是还有可能？”我安抚地拍了拍女朋友的背，看向了沈清：“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，你对我妈和我的轻视不是一时而起。”许耀来酒吧玩时，恰好看到了沈清拦着我的那一幕，他突然发起了疯：“你就这么贱吗？他都不要你了，你还赶着上前？你现在这么脏，他不可能要你的。”沈清直勾勾看向许耀：“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沦落到这种程度？是你害了我。”两个人扭打在一起。你不久是看他有钱了，看不上我。许耀一脚又一脚，沈清的头重重摔在了石柱上，血流成河。许耀慌张地想跑走，脚下的血迹让他一滑，从台阶上滚了下去，恰好被正常行驶的半挂车碾压，当场身亡。而我和我的妻儿还有更精彩的人生等着我们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